我在那个黄河水道整整待了4年，适当的这个引流，我们想用断水筑江的方法，以防为主，对外结合。您认为未来我们发展的方向今天我们来到了昆山，我们访问的对象是我国地下防护工程界的前辈徐水根教授。徐教授曾荣获2等功，这在部队是一项非常不容易获得的荣誉，说明徐教授为军事地下工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通过交流，我深深感受到了徐教授的敬业精神和创新精神。徐教授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昆山您的故乡跟你见面。我知道你也是我们同济的老校友了，在文革前就毕业了，是吧？您很长的一段经历是在部队里面，但是具体的经历我都不太清楚，你能不能也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？我呢是1965年同济大学毕业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9月13号离开上海。那么离开上海的时候呢，同济大学当时的校长王导亲自到校门口欢送我们18个当兵的到邯郸工人兵集训大队去训练，就是现在叫夏令当兵嘛，去锻炼。我们是老百姓，比那个军人第一步不知道怎么走，晚上怎么睡觉，叠被子都不知道。那么我们先去了3个月训练，结束以后到65军张家口夏令当兵6个月，但是正儿八经夏令当兵了。每个大学生到一个班，我是2排6班，6班以后呢开始当转子，跟那一样的训练。您这个学的是一般的土木工程是吧？后来很长的时间呢，我们知道的您是隧道防水专家，但是那个时候的防护还没有涉及到防水。当时主要防护呢，因为我们这个研究所呢，防护呢分了5个室，一室专门搞理论的。你原子弹抗击多少，这个冲击多少了，对不对？这个2是搞结构，你这个算出来要多少力，我结构怎么设计？3是搞前线阵地的，4是专门测量你这个东西怎么样，5是专门做各种实验，所以分工的很细的。1969年我开始把重点放在防水上面。也就是你毕业以后4年以后开始进入到防水领域的。那么为什么防水呢？是当时毛主席批入143工程，现在就是黄河水下水道。领导派我到山西去的时候，保密的程度是怎么样？不跟你讲什么任务，事先不知道，不跟你讲地点。开始我们就去了20几个人看场，先要看场，你这个地方在哪里啊？哪里好啊？这个转量位置是北京定的，这个位置就这么定了。好了，我们就开始，那么这个问题就摆在那里了。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您发现，然后您也再开始搞防水了，开始搞防水是这样。那么我在那个黄河水道整整待了4年，一直从69年开始，一直到70年建成。这些黄河上面你不能筑江怎么做啊？那么沿着外面钻一圈筑江，专职筑江，像一把伞一样的，这一外圈筑了江，这个中间我们掘进去很通，这个距离30到35米，一天就3到5米。怎么样？挖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水进来啊？进来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个黄河水道3怕淹水，怕漏电，怕塌方，因为它是沙野跟野野交接地方。我们想用断水筑江的方法，挖一段掘一段，挖一段掘了一段过去。断水筑江这个要钻机是可以潜下去路的那个钻机，部队有个好处，工人即将进入。不管你什么，有什么困难你自己克服。那么我这里我碰到很多问题。本来我是从负责湖东打到湖西，结果湖西那边的那个小事出了个电视，领导说你把湖西再打到湖东。我本来我打到湖东嘛，我就心里定了的，结果又把这湖西打到。你等于还对接了。我们不是有一个筑江有个筑江馆吗？对。筑江馆只想是可以定筑到橡胶制片厂，我专门跑到上海。上海说不行啊，要做模型的，不是你想的和你照相。我不懂啊，什么都不懂。他说要1个月以后定好，你要就到上海是什么轻工就去批。后来我想算了，我们来不及啊，不能部队等1个月。对。我怎么样？橡胶圈，就是那个1公分厚的6毫米的橡胶，我用圆规画一个圆圈，一片一片叠起来，中间掏了个洞，穿起来，穿大葫芦，两面。螺丝一紧，啪，就止住了，止水了。你这个从事防水工程领域到现在有那么多年了，我们这个防水界的也其实一直传统上有2种观点，一种呢就是靠堵就是水呢把它全部堵住，
另外一种呢，说是完全堵，常常很多情况是做不到的。然后呢，适当的这个引流，然后再堵，就是堵和排结合。您在这个上面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？讲这个大的原则，我认为堵排结合比较合理。后来因为从这个以后，我签过中央首长的指挥所，包括各个军区的指挥所，我全部参加了。后来到了老蔡前线去，我也待了一年多，就是老蔡前线的阵地工事怎么处理，都是要堵排结合。光是堵肯定是有很多困难。在您的主导下做了一些防水的规范，就是这些规范的这个指导思想也是堵排结合。我那个是以防为主，堵排结合。做完这些规范以后，您对这个防水这个领域，你有什么样的一种体会？有个编写的规范的这个经历以后，然后再从事防水工作。第一本防水规范，实际上我是主编，因为后面第一个是张元杰他是副总，前头我是全部写到底的，所有的规范说明是我一个人写的，就这么一本，对不对？我全部一篇写出来的，我怎么解释？剩下很多问题我都来解答。那么现在来说，我通过写规范以后，对防水的认识比较系统的了解了，我认为对自己也有很大的帮助。后来嘛，我就提出来防水的材料的匹配问题，因为我们这个材料防水都要跟文印都匹配。我记得是70年来，我在那个防水协会上发表这个文章，陈晓也看了我这文章，我说你为什么想了这个问题？我说是啊，没有这个，你现在整体讲一回是离情有貌状，什么东西对不对？想当然就用了，到底你这两者之间有经验的。是不是我们防水界有那个刚性防水派、柔性防水派？听您说，看起来好像您认为刚性防水是？我认为应该就是结构，就是我叫结构式防水吧。本刚性的防水的主体做得好是绝对重要的。如果这个做不好了，那后面都是空洞，都是问题，都是问题。原来我在全国城防办在调查的时候，大概当时全国城防是90%都漏水。那当然它施工质量很差，后来大部分都变成这个变成漏水的那个蓄水池了嘛，文中的载沉力了嘛。如果我们刚性结构做得好，那么有什么问题？我认为是最主要。部队里面以前因为是搞导弹嘛，因为这个山这里挖个洞，要是这里有这个山打不到洞口的。那当然。现在是不行了，现在这个山之间前航导弹可以都全是。我也感觉到部队我们是见不到太阳，住在里面，问题多得不得了。不光是漏水问题，还有混凝土的透射的问题，潮气对人的不适应。实际上，我们指挥机关，我们每天还是有一批干部转子，总参作战部我在底下，24小时不间断的指挥，最多给你允许你半个小时时间，你要把这个指挥系统换一遍，那是根本来不及的。那么对防水的对部队的要求，实际上比地方要求更高。地方这种停个汽车，放个仓库，放个粮食。那么现在新的规范要求要50年，或者100年，你是依据什么呢？依据什么？现在我那天看了这个东西，对混凝土结构主体都就光这个B6、B8，保证你这个现在开来的情况你怎么办？这些问题都要解决。实际上呢，部队的基础力量还是差的。地方呢强一点，所以我们经常向地方学习。我整天到上海来，对防水的一帮人就是讨论，对我有启发。民用的应用场景多样化一点，这就使得它的那个技术也多样化。因为民用呢，跟那个地方的厂家、材料厂家接触比较多一点，可以就跟你讲，你这里改进一下，那里改进一下。我们部队就不行，做不到这点。在我脑子里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。第一，我们首先要把结构做好。现在我们用的沙是基质沙，基质沙对普通河沙引起的混凝土的质量问题、开裂问题，因为你这个地下室不然的屋顶可以重新翻修，那是没法弄的了。徐教授啊，关于我们这个防水地下工程防水技术哈，您认为未来啊我们发展的方向哈，您是怎么看的？地下工程防水，我们要第一，一定要把结构主体防水很好的研究一下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本体防水。本体防水，现在来说，设计都是写一个 B8。举个例，哪个建工去买那个混凝土厂里，混凝土厂里就是把200号、350号 B8，那是空的。因为呢，你这个混凝土我一个输出问题啊，300号混凝土，你那个 B8这个厂家的材料跟那个厂家输出不一样，强度检测指标光是强度，啪200号合格。都是带来新的问题啊！其实很少进行这方面P8的专门的这个试验，
是吧？在我们搞管片隧道呢，我们还做一点，我们还做一些这个压水啊试验，但是这个房建里面它是不会做的了。所以您认为将来还是说我们应该更重视混凝土本体防水？然后对于防水的材料，现在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聚氨酯啊、环氧啊，那这方面的话，未来的话，你认为还有什么样的可以期待的新型的材料能够，除了这些材料以外？我跟你讲，第一个，这几种材料我都是用的量很大。比如说防火隧道，我们堵水，当时用水玻璃加水泥堵水的，那应该效果不好呀。但是把大水可以堵住，我要能够决心能过去。我甚至我在山上建了个水玻璃厂啊，水玻璃厂运到山上，就这个水玻璃厂通过管道运到地下去。我不要往外放送了，冬天那个地下水不冷吗？凝固不牢。我山上那个水箱那个水玻璃厂里啊，我下面烧炉子加温的，那么水玻璃热的，这个水泥是冷的，冷跟热交替，马上就凝固了。我经常讲，我看见的珠江这个那个岩缝里面毛洞啊，水泥浆滴下滴凝固了。哎呦，这个今天这个很好，如果哗不凝固了，就是一塌糊涂。我对沥青呢，我认为是我沥青机在我脑子里总会跟到这个东基地不要搞了。材料的原材料的适应能讲不清楚了，现在这五花八门。但是沥青它有个好处啊，它那个如果结构变形的时候，它好像也能够跟着一起变形。我那个变形这实在是可怜的不得了。结构处理做好了，你外边这个，所以说我后来呢，我在这比较各种材料，从哪些这种角度来讲，我倾向于蓬松头砖。施工比较方便，这样的效果比较好。说光是油毛砖，那绝对是不行的。而且油毛砖容易给那个放下去的这个钢针的、工针的、搬砖的、钢筋的压力，要把它刺破。我这样理解，你要搞防水，就用心用在防水上面。同样的价格，比如说你100块钱，我就200块钱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材料的价格是一样，但是施工的工人要把心用在防水上面，才做得好。这防火隧道是这样，中央的首长的指挥所，包括这个地下那个工厂，军工厂在埋在地下。我对防水，我搞一个，我基本上是铺在上面的。人家叫我走，我都不走。我没看到效果。你这个珠江一堵水，半年就漏了。将来他妈再打电话来，我说脸上我没光。我是这样的，我是很认真的。所以这样你技术才能搞得好。